天气变得凉爽，这盆云头鱼角的缺酶终于可以动手修剪了。这片云也养得太大了，脚都快支撑不住。缺酶比较好养，每年的4至10月份，除了高温季节，施点薄肥，保持它不缺水，生长是很快的。这还是3月份修剪的。像缺酶这种杂木盆景，每年最好是在春季结合整形对它进行大的修剪。缺酶在早春大剪，基本可以按照造型的目标出芽。立秋之后天气转凉，如果不需要枝条继续增粗，可再做一次修剪。修剪是按照造型的要求，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分步进行。按照造型的舒适，先剪出一个基本的外形，像这样剪出一个大概轮廓，把它缩小成几片云朵，或者是把它剪成一个球形。第二步，深入其内，把过长的枝剪短。修剪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对修剪把握不准，就不要一次性修剪到位。照这样操作，就可以减少修剪中的失误。第三步，剪掉不需要的枝条。像这种在同一个节点重复出枝，在杂木盆景中，这种出枝的方式常见。节点的养分集中，容易出枝。像这种枝夺取养分也影响造型。这种向上直立生长的枝，如果不做牺牲枝利用，就要把它剪掉。这种枝我不说，大家也知道，叶类枝是肯定不能留的。盆景修剪中，疑问最多的是枝的去留。剪就是取舍，取舍的范围很广，不妨把修剪做一个分类，把它简单化。一类是忌枝，这些枝是不能在造型中存在的枝，像上面剪的这几个枝就是最典型的。二类是存在于造型中生长的枝，像这种枝可去可留。取舍的目标依据造型的需要和个人的审美，像枝条的粗细、长短、弯枝变化等等。想动剪而不知如何下手，可以先从剪忌枝开始，熟练了再往后深入。第四步，摘叶。摘叶后进行控水，叶就会变小。修剪中摘叶的目的是让它露出骨架，好的身材必须有一个好的骨架。盆景的形是靠枝干呈现出来的，叶子是外表。摘掉叶后就看得更清楚，修剪才会有分寸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，摘叶的操作是指落叶树种，有一些常绿树种是不适合摘叶的。这盆云头鱼角的缺酶是由2条主根组成的鱼角，原本这里还有一条直立的根，把它裁掉了。云头鱼角根要简洁高挑，所形成的意境既要有云朵雨丝的诗意法，更要有地气上为云，天气下为雨的和谐。要做好这种盆景，关键还在于务懂它。这盆云头鱼角的缺酶，上端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单枝成茎组成，下端奏成了一个下列枝，形成了一个具有动感的树势。接下来进行第5步，单枝成茎的修剪。这种枝就是前面讲到的第2类枝的修剪取舍。先把主枝剪出来，下行枝剪掉，过长的枝把它剪短。有哪一条枝有主枝成型的方向和过渡确定。强调一下，主枝的呈现方向是由总体数势确定的。像这个枝粗度已经超过了过渡，就只能把它剪掉，改变主枝的走向。这个枝也同样，主枝确定再剪侧枝就简单多了。修剪按照侧枝在主枝的左右交替出枝取舍，像这样主枝的脉络清晰，
侧枝分布均匀。像雀梅这类生长快的树种，成型的过程主要是剪，至少在主干成型的过程中不要进行盘杂。盘杂看似成型快，但成型后枝干难形成自然这样的粗细变化，尤其是时间长，随着侧枝的生长，这种枝干的比例会产生失调，甚至会形成畸变，显得十分难看。盘杂和续剪都讲连工，所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，但枝干形成的身段会不一样，呈现的结果也不一样。我有一个最难的地方，每次编辑视频都想把时间控制的短一点，长了怕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但总是控制不住想把问题讲透。就像往下修剪，初剪到位还要进行细剪，要剪出一个流畅的枝条，这样就需要时间和耐心。对盆景的细剪更多的是修饰作用，修剪的重点是进一步取舍，为后续的枝条生长腾出更多的空间。这种修剪要有更多的预想性。像这种过粗的枝干脆把它剪掉，从这里重新蓄养枝条。这种枝把前端剪掉，就是从后端逼出更多的芽来。对上端的枝条进行空剪，也就是把更多的养分输送给下端，加快枝条的生出。修剪是盆景造型中的主要手段。修剪的基础是对树形的了解，对造型目标的把握。树种不同，修剪的技巧不同，但对枝干的取舍所遵循的基本规则是一样的。像杂木盆景与松类盆景的修剪，落叶树种和常绿树种的修剪，结生芽与发不定芽的树种等等，如何剪出一个和谐的整体，在以后的视频中再与朋友们详细交流。